国稀土将进一步限制出口。在现代工业里，有一种比石油更珍贵的战略资源，那就是稀土。全球每辆新能源汽车需要10公斤稀土，而 F-35战斗机的电子系统更离不开稀土永磁材料。正是这种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，让稀土成为中美贸易战的核心战场。现阶段的中美关税90天缓冲期即将结束，第3轮贸易战谈判正在进行。美国财政部长透露，中国手中现在有一张令美方无比忌惮的王牌，而这张王牌也是此次谈判中特朗普最在意的。目前，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截止日期再次延长，双方已达成了90天的延期协议，这无疑给中美经贸谈判争取到了更多的时间。当然，谈判的过程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，中美之间在一些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分歧。在7月27日至30日的斯德哥尔摩第3轮谈判中，双方围绕稀土出口管控和半导体设备贸易展开了激烈交锋。美国试图以放宽技术出口，允许通用电气向中国供应 C919 发动机、英伟达销售 H20 芯片，来换取中国稀土供应的稳定。但中国一直坚持科技自主发展权利不可让渡的底线，坚决要求美方解除对华为等企业的技术封锁。美国想要通过技术优势继续掌控全球产业链的高端环节，而中国经过多年的发展，在科技领域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，自然不愿意被美国继续束缚，想要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，实现科技自立自强。这就像是一场拔河比赛，双方都紧紧握住绳子，谁也不愿意轻易松手，都想把胜利的天平拉向自己这一边。会谈结束后，美国总统特朗普罕见释放出缓和信号，表示只要中方邀请，愿意访华进行峰会。这一表态背后是美国对稀土供应链的焦虑。根据中方数据，2025年上半年，中国对美稀土出口量同比下降37%，而美国本土稀土精炼产能仅占全球5%，70%的稀土化合物仍需从中国进口。事实上，这场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。2025年4月，中国宣布对山嘎特等7类重稀土实施出口管制，直接导致美国汽车3巨头的永磁电机生产线面临停工危机。为了换取稀土供应，美国被迫在半导体领域做出让步，恢复了 EDA 软件和航空发动机的对华出口。这种与稀土换技术的博弈，凸显了中国在全球稀土产业链中的掌控力。就在特朗普为稀土供应暂时松一口气时，南美洲传来惊雷。7月29日，巴西总统卢拉在能源活动上宣布，任何在巴西勘探稀土的企业必须获得国家授权，并全程接受监管，未经批准不得转让资源权利。这一政策直接针对美国。此前，美巴已就稀土合作举行3次会谈。美国计划投资50亿美元开发塞拉贝尔德矿，但卢拉的新规彻底打乱了美国的布局。这场冲突的导火索是美国对巴西的关税威胁。2025年金砖峰会后，特朗普宣布8月1日起对巴西加征50%关税，要求巴西停止对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司法调查。作为反击，巴西立即实施对等报复性关税，并公开谴责美国民主之敌。更让美国头疼的是，巴西掌握着全球23%的稀土储量，其中70%流向中国市场。这种资源依赖让美国在拉美地区的稀土战略彻底破产。巴西的反制并非偶然，作为金砖国家重要成员，巴西正深度参与去美元化进程。2025年上半年，中巴稀土贸易中人民币结算比例已达28%，巴西对华同盟等战略矿产出口额同比激增180%。这种经济绑定让巴西有底气对抗美国的关税大棒。面对美国的围堵，中国正通过多点支撑策略巩固稀土安全。一方面，中国加大对巴西、缅甸等国的稀土进口。2025年上半年，巴西对华稀土出口量暴增2倍，有效补充了国内重稀土缺口。另一方面，中国推动技术输出，与巴西共建稀土加工园，计划2026年实现年产3000吨普铝氧化物，将巴西纳入自身产业链体系。在国际层面，中国积极支持金砖国家合作机制。截至2025年，金砖国家已扩员至11国，覆盖全球45%人口和35%的 GDP。通过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，安排金砖国家正构建制裁免疫的金融体系，挑战美元霸权。这种战略协同让美国在稀土和金融领域的双重施压难以奏效。随着8月1日关税大限临近，全球稀土市场进入敏感期。若美国一意孤行，
巴西可能进一步收紧稀土出口，迫使美国军工企业转向高价走私渠道，而中国已开展专项行动打击稀土走私。2025年上半年查获非法交易案件同比增加42%。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，稀土早已超越了商品属性，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武器。中国凭借全产业链优势和多边合作网络，正在重塑全球稀土秩序。而美国试图通过关税和制裁重建供应链的努力，在技术代差和地缘现实面前显得愈发力不从心。历史的天平或将向东方大国倾斜。自2018年起，特朗普宣布对中国商品加征惩罚性关税，理由是减少贸易逆差。但明眼人都知道，这不过是个幌子。更深层的原因是美国对自身霸权衰落的恐惧。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，美国形成了美元潮汐收割模式，通过加息降息制造全球经济波动，再用美元资本低价收购他国优质资产。这种模式在拉美、东南亚屡试不爽，却在中国碰了壁。中国严格的资本管制和强大的制造业，让美国无法通过金融手段轻易收割，反而眼睁睁看着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崛起。2019年5月，特朗普政府宣布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，限制其获得美国技术。这一举措犹如一记黑拳，试图直接将华为置于死地。华为并没有被美国的打压所吓倒，公司加大研发投入，加快自主研发芯片和操作系统的步伐。华为的海思芯片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，鸿蒙操作系统也成功推出并不断优化。华为凭借着强大的技术实力和不屈的精神，在困境中顽强求生，逐渐摆脱了对美国技术的依赖。拜登政府上台后，继续加大对中国高科技行业的围堵。2022年8月，美国出台通胀削减法案、芯片与科学法案等排他性、歧视性产业政策。同年10月，美国升级半导体等领域对华出口管制。2023年8月，美国政府发布对外投资审查行政令，限制美方对中国高科技领域投资。中国科技企业并没有被这些枷锁困住，在半导体领域中，国企业加大研发投入，努力突破芯片制造技术瓶颈。在人工智能、5G 通信等领域，中国也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。美国的科技封锁反而激发了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决心和动力。2022年，中国科技领域研发经费突破3万亿元，2023年达3.4万亿元，2024年进一步上升至3.61万亿元。大量的研发投入带来了丰硕的成果。中国在航天、高铁、5G 通信等领域的技术水平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贸易战对美国来说成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美国发起贸易战的初衷是想通过打压中国，实现制造业回流，减少贸易赤字，维护其在高科技领域的霸权地位。然而，现实却给了美国一记响亮的耳光。贸易战并没有扭转美国的贸易逆差形势。事实证明，霸凌经贸政策单边措施不可能消解美国的贸易逆差。在这一系列激烈交锋后，双方也逐渐意识到无休止的对抗并非解决问题的良策。于是，中美两国先后在瑞士、日内瓦、英国伦敦举行了2轮经贸会谈。在日内瓦会谈后，双方宣布休战90天，紧张局势暂时得到缓解。然而，向暂停互加关税的协议将于8月12日到期。如今，第3轮经贸会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，全球都在翘首以盼，希望此次会谈能够达成有效成果，让中美贸易关系重回正轨。在这场谈判博弈中，中国除了稀土，还拥有诸多令特朗普政府忌惮的王牌。首先，中国庞大的市场就是一张极具威慑力的王牌。中国作为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，消费市场潜力巨大，是全球众多企业都渴望深入挖掘的宝藏之地。美国企业也不例外。许多美国公司在中国市场取得了极为优异的业绩，仅苹果公司在2018年就从中国赚了510亿美元。中国市场对苹果的营收贡献举足轻重。若一贸易战导致美国企业失去中国市场，或在中国市场面临诸多限制，这些企业的利润将遭受重创。倘若中国因贸易战因素对特斯拉等美企采取限制措施，特斯拉的全球布局和发展战略必将受到严重冲击。众多美国企业的背后是大量的美国就业岗位和经济利益，特朗普政府不得不考虑这些企业的诉求。一旦企业因贸易战受损，
势必影响到特朗普在国内的支持率。除此之外，中国手中还有一张看似无形却可能产生巨大影响的王牌，那就是特朗普的访华行程。特朗普一直对访华表现出积极且急切的态度。特朗普告诉记者，自己不久之后就可以前往中国展开访问，声称中方已经明确对他发出了邀请的信号。然而，特朗普的这一说法充满了不确定性，或许只是在媒体面前放的烟雾弹。在特朗普访华问题上，中国的态度具有决定性意义。只要中国不就特朗普的访华行程点头，特朗普的宣告便毫无意义。特朗普多次在媒体上宣称访华相关消息，却始终未能成行，长此以往，其言论的可信度必将大打折扣。而相比之下，中国向来不会对外释放此类不靠谱的消息。在国际媒体眼中，中国通告的可信度远远高于特朗普的单方面声明。从外交层面来看，特朗普访华若能成行，对于改善中美关系、推动贸易谈判朝着积极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因此，中国对特朗普访华行程的掌控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影响贸易战谈判走向的重要因素，也是特朗普政府忌惮的方面之一。如今，中美两国的第3轮经贸会谈正在瑞典如火如荼地进行着。在会谈前，华盛顿方面已释放出一些信号，为避免干扰于北京的贸易谈判，美方暂停了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的限制。同时，一个美国高级商务代表团也计划访华。与此同时，消费补贴在近些年几乎成了日常，无论是3C 数码还是家电汽车补贴，惠及各个行业。假如中美贸易战停止了，这些为了带动内循环的补贴还会有吗？消费补贴是我国促进经济内循环的重要手段，从家电下乡到新能源汽车补贴，从3C 数码产品购新补贴到家装厨卫换新补贴，补贴政策覆盖了多个领域。2024年，中央向地方直接安排1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，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，带动汽车、家电、家装、电动自行车等销售额超过1.3万亿元，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3.5%。2025年，补贴政策进一步扩围，家电补贴品类从8类增加到12类。以西安为例，截至2025年6月23日，西安市以旧换新补贴惠及消费者534.3万人次，累计补贴资金39.1亿元，带动消费362亿元。中美贸易战的爆发对我国出口造成了严重冲击。为了应对这一挑战，我国加速推进内需驱动战略，消费补贴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手段。2022年，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达到670万辆，占全球新车销量和汽车保有量的 50%。2025年5月12日，中美发布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，宣布暂停 24% 的加征关税，将综合税率从 145% 降至 10%。这一举措为两国持续数年的贸易战按下了暂停键，虽未彻底解决核心分歧，但通过关税休战避免了冲突升级，释放了务实合作的信号。如果中美贸易战彻底停止，出口恢复，那么消费补贴政策是否会调整呢？从内循环的长期战略来看，即使贸易战停止，消费补贴也不会完全取消，而是会进行调整和优化。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2025年明确提出，要大力提振消费，提高投资效益，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。消费补贴的长期必要性体现在消费升级、产业升级、就业稳定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方面，将继续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。在这场至关重要的谈判中，中国凭借手中的诸多王牌，在与特朗普政府的博弈中占据着有利地位。中国始终秉持着理性客观的态度，乐于与美国达成协议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。作为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，中国绝不会为了达成协议而对美方做出无底线的让步。中国有能力、有信心，在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基础上，通过平等对话和协商，妥善解决中美贸易争端，为全球经济的稳定与发展贡献力量。这场第3轮中美贸易战谈判最终将走向何方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